大家好，我是石头。上一期我们在湘西的大山深处发现了一处无人村，在无人村里面发现了有些废弃的房子，其中有一栋砖房。上一期我还专门的去拍了一期视频。那今天我们继续在无人村里面到处闲逛，然后在这栋房子的背后呢，有两个大哥在做事情，他们在这边应该是挖一些土地开放出来，然后要在这边种植一些树苗。刚刚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整个寨子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无人村，没人在这边居住了，所有的房子都废弃在这边。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房子确实如上个视频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屋顶破破烂烂，墙面呢也是完全的脱落坏掉的。那整个寨子通过和两个大哥交谈，他们说以前是有几十户人家的，后面呢就是这边的交通不太便利，再一个这边以前开采矿，就是开矿的地方，所以呢整个寨子以前是非常有钱的，大部分老百姓呢都赚了钱之后后面呢就举家搬离这边了，因为整个这个寨子呢地底下已经全部都挖空了，开采了矿石出来，所以呢在这边居住的话也不安全，大家呢都搬出去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寨子远远的看到就是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着的。那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进入到每栋房子带大家看了，我们就边走边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这个无人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造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木房子也是一栋闲置房，在这栋房子的背后还有两栋闲置的砖房，那边呢还有一栋砖房。上一期我们拍的视频就在那块角落，整个这一小块呢就有5、6户人家。看，其实整个地势还是非常高的，视野呢都是特别的开阔，而且门前的土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很宽。把这个地方荒废了，确实太可惜了。就像这两个大哥说的，在08、09年，也就是06年开始吧，这边老百姓都是卖石头赚钱，就是意思呢，就是整个他们这个村里面开采出来的这些石头，全部里面呢含的有那个硫化锌矿，当时提炼的程度还挺高的，所以呢整个寨子基本上是没人种稻谷、种玉米，全部呢都是在山里面捡石头、开采石头，所以整个寨子里面人就特别的有钱。以前整个寨子这边开矿的时候家家户户那个时候都到城里面去买了商品房，有的呢还在外面做了一些其他的产业。当然寨子里面还是也有一些穷人的，穷一点的呢，后面政府就给他们整体的搬迁，让他们呢把自己的老宅基地给空出来，意思呢就是这边开矿了之后，整个地底下呢都是挖空了，所以应该还是有点地质安全隐患嘛，所以呢就全部给整个寨子搬迁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也听说过这个寨子的一些老乡，他们也都说谁愿意搬离自己的家乡呢？毕竟再搬到某一个地方，虽然有一栋房子，但是呢没有田地了，老百姓赖以生活的这个土地呢再也没有了，想种点菜也种不上，种点稻谷呢也种不上，给再多的钱他最后呢也会发完。与其这样子，何不如呢自己在自己的老家住着，有这样的1亩3分地，每年呢养点牛羊，再种点稻谷，种点玉米，其实生活成本比到城里面低多了。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如果有能力，可能到大城市里面去工作，去赚钱，
去重新开一番事业，倒是很好。但是如果没能力的话，还不如就在家里面种地，种点田地，这样子呢，也不会饿着，对不对？那今天这个话题有点说多了，我们还是借着这期视频给大家看看这边的房子吧。看门前的这栋木房子是3开间的，这是一栋5柱9的房子，就是5根柱头，加上9个瓜子，也就上面的柱头是不落地的，叫做瓜子，就是5柱9根瓜子不落地。这样的房子呢，将近进深达到了9米左右，所以呢，房子是很宽的。而且这栋房子呢，一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家。建的时间是比较早，但是房子呢也建得比较大。像我们农村苗族的房子能建这么大的房子算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房子呢，都还是3柱几，大概6米的进深，达到8、9米的进深还是比较少的。像这样的房子呢，就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看，两边是卧室，中间呢是躺屋的位置，然后屋顶上盖的都是青瓦。一般呢，2楼都不住人，住在1楼的位置。门前呢有一块院子，整个院子都没有做硬化。看这边的地都挺宽，然后这栋房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是没有厢房的，也不知道当时建的有没有，有的话也可能是倒塌了。看这边还都挺宽的。其实他们虽然是搬离了，但是在前些年还是同意让他们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回来发展一些农业或者干嘛的，都还是可以的。这边位置还有2户人家。我也发现整个寨子建在山顶之上，当然高低还是有层次的，所以远远的看过去，整个寨子它所形成的地势还是高低差，错落有致。以前整个寨子房子都建得挺紧密，意思呢，大家也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所以远远的通过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可以发现这边寨子的住户都挺集中的。只是如今呢，在寨子里面保留下来的房子已经是不多了，当然大部分都已经拆掉了。这边还有一处山洞呢，好像已经被人给填起来了。寨子里面好像是没通路每家每户之间都要走这样的土路。我在整个寨子里面逛了一圈，发现这边真的是环境挺好的。看这里又发现了一栋闲置的砖房了。那栋房子看起来还挺大。那边也有2栋房子。寨子里面这样的古树是特别多的，但是都不认识这棵古树好像好多这个枝条已经是干枯了，估计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刚刚呢，我就是从上面走下来的，2个大哥在那边开挖机。好了，我们就不上去了，继续往这边走。看这户人家的房子，比那栋木房还破旧一些，但是这栋房子门前的视野更开阔。我还了解到，整个寨子这边的老百姓都真的很有钱，家家户户都是好几百万，大部分都是在城里面去买了地皮，新建了房子。当然呢，有的已经跑到长沙、深圳那边去买房了。所以以前几十户人家的寨子如今变成了这样的一处无人村。
其实，在我们农村还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发家致富了，别忘记自己的老根据地，也就是老宅。好多房子啊，我看着虽然现在没人居住，但是呢，有的房子打理的还挺好，瓦片呢都还是检修的，然后偶尔呢还是会回来。可能每一家人啊，对于根他的理解不一样。当然，上一期的视频我们也看到，那户人家房子是一点没有打理，破破烂烂。那你们觉得这样的一处寨子全部都荒废了，可惜吗？朋友们，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哦。这期呢，石头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啊，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